Hello，大家好，我係 Andrew，歡迎嚟到我嘅國際象棋頻道。呢一度每個星期都會為你介紹唔同嘅國際象棋小知識。如果你中意嘅話，歡迎訂閱我嘅頻道同埋 Like 同 Subscribe。咁今日咧為大家介紹嘅咧係國際象棋入邊嘅對制賽制。咁相信咧本地有唔少嘅棋手咧都有參加過本地嘅比賽，無論係大到好似國際象棋奧林匹克，以至細到香港青少年國際象棋會以及其他嘅啲國際象棋學校舉辦，都有對制賽嘅出現。嗱，對制賽咧其實佢嘅賽制咧同一般個人賽有啲唔同嘅，所以今日咧我哋就會花啲時間去講解一下到底對制賽同埋個人賽有啲乜嘢嘅唔同地方。以2023年香港青少年國際象棋會所舉辦嘅全港校際賽作為例子，我想舉嘅咧就係我自己嘅學校九龍華仁書院嘅棋隊嘅例子。比賽咧一隊入邊咧通常咧都會可以有4個人左右，咁但係咧我哋亦都可以見到啦，其實可以有一啲比賽啦係一隊2個人或者一隊3個人。咁你見到咧，其實咧就有個隊長喺呢一度啦，同埋咧會有 board 5嘅隊嘅次序咧，係基本上根據每個隊員嘅實力去排。咁所以咧 board 1咧理論上咧應該係要係全隊最強嘅嗰一個，跟住落嚟咧要係第2，跟住落嚟係第3、第4。咁你可能會話咯，一個比賽只係得4個人嘅話，點解會有5個人嘅名嘅咧？嗱，咁係因為有時候咧可能有啲頭暈身興啊，或者嗰個比賽入邊有啲隊員可能想做輪換嘅，咁所以咧，如果係有咁嘅情況出現，或者可能例如話，有一個人淨係嚟得一日嚟唔到第2日嘅話，咁嘅情況嘅話咧，咁你就可以將第5個人加入去。咁當然啦，每個比賽係有唔同嘅，咁有啲比賽咧佢就唔允許有第5個人嘅出現，可能話1日過嘅，佢全部比賽咧都係1日之內舉行，咁所以咧佢就唔會俾第5個人出現。咁俾唔俾咧係好視乎呢一個嘅裁判嘅決定。咁然之後再睇一睇啦，隊長咧每個回合咧就要決定人嘅編排啦。咁如果4個人就冇需要決定佢係點樣編排，但係如果你有5個人嘅話咧，咁每個回合咧你就要決定每個人係點樣編排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某啲嘅比賽入邊咧，隊長咧係可以喺比賽嘅時候咧去做啲決定嘅。佢嘅決定咧只係能夠局限喺當隊員希望提和嘅時候，佢要問咗隊長嘅請求啦，或者係當人哋提和嘅時候，隊員可以問一問隊長到底佢應唔應該接受。仲有比賽完咗之後咧，隊長咧要負責核實成績。咁所以一隊入邊咧，除咗捉棋嘅嗰4到5個人之外咧，都仲有一位隊長喺度嘅。嗱，我哋以呢一個第4回合作為例子咧，可以見得到嘅咧就係喺隊入邊咧嘅編配咧，佢以瑞士制作為基礎，咁所以咧可以見到通常咧得分最高嘅嗰啲隊咧，通常都係擺第1，然之後咧係第2、第3，如此類推。第1號咧應該係最高分嘅嗰2隊，然之後咧第2高分嘅嗰2隊咧應該就擺喺第2、第3、第4，如此類推。瑞士制嘅特色咧就係以倒金字塔嘅形式去用最短嘅時間揾出一隊可以連贏嘅隊伍。每一個回合佢會將同分嘅隊伍，如果未對賽過嘅話咧，就會編排埋一齊。咁可想而知，每個回合都係將上一個回合總得分嘅隊伍編排埋一齊嘅時候，最短嘅時間之內就可以得出一隊全部對手都可以贏到嘅隊伍。咁所以咧，呢個係瑞士制嘅特色。咁當然啦，如果之前咧你係曾經輸過嘅話咧，其實之後贏翻咧，你都可以從呢個階梯咧爬翻上去嘅。咁然之後啦，你可以見到咧，除咗係points 之外咧，有個叫 MP 同埋 results 嘅。嗱，逐個解釋一下啦。第一個 PTS 嘅意思咧，就係嗰一隊嘅總得分。嗱，因為咧每次咧我哋會有4個人去做對賽嘅，咁所以咧，例如話我哋可以見到呢度啦，King George V 對 ISF Academy 嘅時候，咁其實咧雖然有4個人啦，咁但係咧ISF 你可以見到係贏咗嘅，因為 ISFA 咧佢係2分半對1分半，咁但係咧喺每個人嘅直接對賽成績之後咧，你又可以見到其實唔係咁一面倒嘅啫喎。ISF 咧其實第一個台咧係和棋嚟嘅，然之後第2、第3台咧 ISF 贏，
第4台咧反而咧係 KG5 贏翻轉頭。咁所以咧，如果我哋睇翻頭先嗰個話咧，其實咧嗰個結果咧係2分半對1分半。咁但係咧喺 match point 上面咧，因為我哋咧就唔計個人得分嘅，咁所以 match point 嘅話咧，如果一隊係贏晒嘅話咧，就會攞到2分；如果和棋嘅話咧，就會攞到1分；如果輸嘅話，就會攞到0分。至於 PTS 嘅意思係咩咧？就係個人嘅總得分。咁所以見到啦 ，ISF 咧同埋 KG5 咧，其實之前咧喺捉呢個回合之前咧，全部都係贏晒嘅。喺第4回合捉之前咧，嗰3個回合都贏晒，所以咧佢哋嘅得分係6分對6分。咁但係可以見得到啦，其實 ISF 咧雖然佢哋個隊喺前3個回合都贏晒啦，咁但係咧其實咧佢哋咧某一台咧係輸過一盤，或者某2台其實係有和過棋，咁所以咧相對起上嚟就4-3-1-12，可以見得到 KG5 咧之前3輪回合咧所有台3個回合面全部都贏晒，所以4×3等於12，4個棋手3個回合全部贏晒。咁但係雖然 ISF 嘅隊分都係6分啦，但係好明顯地咧佢係少咗1分，咁即係話咧可能咧係有2台和咗棋，或者有1台輸咗棋嘅。嗱，咁每個回合咧如此落去做嘅話咧，咁你可以見得到啦 ，ranking after round 4嘅時候咧就可以見得到啦。ISF Academy 咧同埋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School 咧全部都贏晒，而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School 咧嘅細分咧更加係會比 ISF 高嘅。嗱，睇一睇呢度啦 ，TB1 嘅意思係咩咧？就係當一個嘅對賽一個回合，如果嗰一隊係贏咗嘅話咧，全隊攞2分，和棋1分，輸棋0分。第二咧就係總得分。咁即係例如話，可以見得到14.5係咩意思呢？就係理論上4個人4個回合4×4=16，但係14.5嘅話，就即係可能有3個人咧曾經和過棋啦，或者係1個人輸咗1個人和咗。咁相對嚟講咧，14.5咧就係個人嘅總得分。咁個人總得分咧，記住啦，同隊嘅總得分係有唔同嘅，即係你3對1可以係贏嘅隊嘅2分，但係個人總得分咧其實係會輸翻1分啦，或者2分半對1分半。隊嘅分咧係會全部攞晒2分，但係個人分數嘅話咧就會因為只係能夠以2分半對1分半去贏，咁所以咧就會損失咗1分半啦。咁跟住落嚟咧 TB3 係咩咧？就係當2隊無論係大分同埋細分 tie break 1同埋 tie break 2都係一樣得分嘅時候，咁佢哋就會睇一睇喺同分嘅嗰幾個人入邊，佢哋大家互相有冇比賽過，而如果有比賽過嘅話，係咪有一隊曾經贏咗，定係全部人都係打和？咁至於 TB4 同 TB5 啦，就係一啲裁判每個比賽入邊都會用一啲唔同嘅得分因子去到做計算。咁呢個咧每個比賽都唔同，要睇翻你嗰個比賽用嘅規則係乜嘢。嗱，睇到呢度咧，你可能會問啦，喂，咁對制賽咪真係同個人賽差唔多，只不過係將4個人加埋一齊。嗱，有啲嘢要記住啦，因為對制賽咧始終有牽涉4個人喺入邊啦，咁所以咧其實一啲人為嘅因素咧係唔可以去忽視嘅。嗱，第一個因素咧就係你需要控制你嘅風險。好多時候咧，我哋捉個人賽咧，我哋可以冒好大嘅風險，但係你要記住對制賽嘅話咧，其實有隔離3個隊友喺度，咁所以咧可以比較慢去穩定嘅去贏，好過用一啲風險好高，自己要承受好多風險，一係就好快贏，一係就好快輸嘅一啲嘅行法或者開局。因為你要記得，其實4個人都係共同進退，咁所以如果太快得出個結果或者冇一好大嘅風險嘅話咧，其實某個程度上咧係會對隊友造成心理壓力。咁呢一樣嘢咧，其實喺無論其他嘅競賽咧都一樣。咁所以咧可以比較用一啲慢平穩嘅做法去捉嗰個比賽，用一啲開局嘅佈局嘅話咧，呢個係非常重要嘅。嗱，第二樣嘢咧就係因為每一間學校咧，第一個人或者第二個人咧，通常都係捉得比較好嘅，但係要4個人都捉得好，有咁高嘅質素咧，其實相當之難。咁所以咧，其實我哋講話第一台同埋第二台咧，其實唔需要好擅長攻擊，但係咧佢應該係一個心理質素比較穩定啦，頂得到壓力，同埋防守能力比較強嘅棋手。嗱，喺翻我自己嘅時候咧，咁佢咧係比較擅長利用 French defend 啦，同埋如果係白棋開局嘅話咧，佢比較常用嘅 Queen's Pawn 啦，或者 London System。咁呢啲嘅開局咧，相對地咧，我哋會認為係比較有啲優於防守，比較上冒嘅風險比較低嘅開局嚟。嗱，第三啦，隊長係咪可以喺比賽入邊
去到決定和棋嘅一啲策略嘅話咧，呢一個咧每個比賽都唔同嘅，咁所以咧你要睇一睇翻你自己個比賽個裁判咧佢係點樣去定奪嘅。咁但係一般而言咧，我哋會話每次比賽之前咧，其實你應該要計好分數，知道自己有邊啲嘅地方係一定要贏，有邊啲嘅地方咧係可以和棋嘅。咁你捉起上嚟嘅時候咧，你先有策略，你而唔係應該捉下嘅時候覺得自己嗰個局面比較差啲，於是想提和。捉下可能自己覺得個局面好啲，但係就因為隊友係可能係輸緊嘅時候，就算你想用一啲比較有優勢嘅方法去提和都好啦，其實顧慮全隊嘅利益咧，你都應該要捉落去。咁所以咧，如果你哋一開始係冇策略去決定呢件事嘅話咧，係會影響到成隊嘅心理嘅質素同埋節奏。第四樣嘢咧就係每個棋手咧應該咧都要有準備兩個開局，一個開局咧可能係冒多啲嘅風險，一個開局咧就可能係冒少啲嘅風險。例如話嗰一盤你一定要贏嘅話，咁可能你可以用一啲比較尖鋭啲嘅 Evens Gambit 或者可能用 Danish Gambit。但係如果你係唔需要咁激烈去捉，可以慢慢等、慢慢捉嘅話咧，咁你可能就可以考慮用一啲 English Opening 或者用啲 Queen's Gambit 嘅方法去捉。去點樣管控風險咧？喺對勢賽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咁所以咧呢一個課題咧，大家記得千祈唔可以忽略。如果中意我嘅 channel 嘅話，記住 like 同 subscribe。下次我哋會就住一啲國際象棋其他嘅議題再同大家分享。